半晌，战一阳说道：“奶奶，你饿了吧？我们回去吃早餐。我大哥亲下厨准备早餐。我大哥对大嫂真的很好，我们很少有机会吃到大哥做的饭菜。我大嫂天天都能吃到。”那战一阳话里话外都是对长嫂的羡慕。哇，大哥对大嫂真的是掏心掏肺。老太太在战一阳的挽扶下站起来，她示意战一阳帮他把音响搬回屋里去，嘴上则是说道：“羡慕你大哥大嫂的好感情了吧？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战一阳帮奶奶抱着音响，跟着奶奶一起往主屋而回。他说道：“我都还没有见过奶奶帮我定的目标对象本人，谁知道与他合不合得来？况且我梦里呢，还有个女人与我纠缠不休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最后会娶了谁。按照奶奶的意思，娶了我的目标，极有可能会背叛她。在我梦里与我纠缠不休的女子，又不是你奶奶帮我定的目标。奶奶，我太难了。”老太太说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现在想那么多做什么？等你大哥大嫂的婚礼过后，你就给我追妻去。反正你们兄弟几个，我都是给你们1年的时间。战一阳，奶奶就不能给我例外，你大哥都没有例外。他是我最疼爱的孙子呢。你看你大哥和彤彤，就是刚好1年的时间办婚礼。老太太最满意的便是战印和海彤了，还有战一晨和宁云初。宁云初现在由程医生帮他治着眼睛，每天都要用药。程医生说他很快就能恢复光明的了，他本来就能看到光，只是毒素没有完全清除，他看到的还是模糊一片。等到宁云初重见光明，那他和战一晨也可以领证结婚办婚礼了。老三战浩宇最是呱呱叫的，现在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乔涵还没有为了战浩宇公开他女人的身份，好歹为战浩宇穿了1次女装，也愿意和战浩宇单独出门了。以战浩宇那张有嘴、那超级厚的脸皮，老太太猜测在过年期间，战浩宇就能带着乔涵回家过年。只要乔涵愿意跟着战浩宇回战家过年，年一过，老太太就能率领着儿子儿媳去乔家提亲。战浩宇也算是完成了他老人家给他定的目标。战一阳彻底死了心，奶奶决定的事情，有时候连大哥都无法改变，除非爷爷重生才能改变。回到屋里，战印还在厨房里忙碌着。战一阳放下了奶奶的音响，走到厨房门口，问着那个系着围裙围着灶台转着的男人：“大哥，需要帮忙吗？”“不用，你大嫂的嘴巴很刁，不是我做的，她能吃出来。”海彤的胃口是被战印养刁的。奶奶回来了。战印在忙着的同时问着弟弟：“奶奶在后院里跳广场舞，也不知道跟谁学的。我最讨厌广场舞的了。”后面那句话他说得很小声，怕被奶奶听见了哈。放眼整个管城，都找不到第2个豪门老太太，会跳广场舞的。不过那些豪门老太太的身体不如他们的奶奶康健，奶奶一把年纪了，还经常坐着飞机到处飞，为他们兄弟几个精心挑选妻子人选。是他们不孝呀。战一阳在心里腹诽着，要不是奶奶下达了任务，他就算要结婚也要等35岁之后，不会28、9岁就结婚。虽然看兄嫂的婚姻很幸福，他是羡慕，但他更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奶奶大概就是看透了他们的心思，知道由着他们选择，都会在30几岁后才结婚，所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奶奶跳跳广场舞也能锻炼身体，在家里跳又不会影响到别人。战印早就知道奶奶跑到外面去跟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学会了广场舞，
老人家一生都是潇潇洒洒的，随心所欲，不受身份地位限制。他们这些儿孙也盼着奶奶开心，只要能让奶奶开心的事，他老人家想做什么，他们都支持。你找奶奶做什么？战义阳进了厨房，他低声说道：“想让奶奶饶了我，我实在不想这么早结婚。原计划是35岁再结婚的，奶奶现在就给我了目标，1年期限结束，我是29岁，离我原计划提早了几年。”战印呵呵的笑：“你和奶奶婆孙28年了，奶奶什么脾性你还不了解，净做些白费劲的事。”他还以为有老三这个前车之鉴，老四和老五会老老实实的接受奶奶定下的目标呢。原来老四也在想办法摆脱，老三拖了半年才行动，结果就是长期逗留在江城追妻，估计还要几天才回来吧。回来参加他和彤彤的婚礼，幸好有彤彤给老三当爱情顾问，让老三直接追求乔涵，这样速度还快一点。要是按照老三当初想的那样，先戳穿乔涵的女人身份，还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和乔涵修成正果呢。被大哥讽刺了一句，战义阳俊脸微红，我就是不死心想试试，结果被打脸了吧？你大哥我当初不也是抗拒得很，最后却不得不和你大嫂闪婚。当然了，我现在很幸福，并不后悔当初的闪婚。战印扭头问着弟弟：“你要煎蛋吗？”战义阳硬着要呀。战印便将锅铲递给他，想吃自己动手。大哥不顺手帮我准备早餐吗？你要是在外面多待一会儿，我就全都做好了。现在你提前进来，我准备好了3份的早餐，你好意思抢你奶奶以及你兄嫂的早餐吃吗？战义阳，早知道我就在外面拖一会儿再进来，满以为能尝到大哥的手艺，结果那还得我自己动手。他运气不好呀，就嘴里吐槽着战义阳还得自己做早餐，你想到什么法子呀？战印知道老四绝对是以失败告终的，还是八卦了一句，想知道老四想到什么法子。战义阳将自己做过的梦境告诉了大哥，说完后他小声说道：“大哥，以后我若成了咱们战家第一个离婚的男人，你这个当家人惩罚我的时候，可得手下留情呀。”战印问他奶奶是怎么说的，奶奶说让我自己去求证。反正奶奶就是不管。战义阳嘀咕着，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奶奶亲生的孙子，他这是想让我成为战家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吧？奶奶肯定是拐杖养了，想揍人，我们太懂事，太孝顺，让他老人家想揍我们都找不到借口，就故意将我往渣男的路上推去，有借口把我揍得落花流水的。战印扑哧的笑，他笑道：“你这话让奶奶听见了，奶奶现在就能揍你，揍得落花流水的，本来就是吗？”战印说道：“你就不会将奶奶给你定的目标和你梦里的女人重叠在一起的呀？怎么重叠？她们长得不一样，又不是在古代可以易容。”战义阳嘀咕着。战义说道：“也不是不可能。世君家的二少奶奶，她的本事你可以参考一下，那还有人皮面具你可以了解一下。”战印不知道奶奶给老四选定的妻子人选是什么身份，但他相信奶奶的眼光肯定是挑选了适合老四的，没有点本事的女孩子都入不了奶奶的眼，可能是她的彤彤最普通了吧。奶奶给她选择的彤彤是成长型的，需要她陪着彤彤一起成长。想到奶奶对那位大师的信赖，战印又觉得奶奶会给她选定彤彤是如同苏家主那样，只求儿子能结婚，不要打一辈子光棍就行。大师说他和彤彤有一世的夫妻缘，奶奶就不管不顾地逼迫着他娶海彤。其他都是次要的了。当然了，现在他家彤彤也是越来越优秀的，彤彤的包容心极强，以后和那些出身高贵的
妯娌肯定能合得来。战一阳大哥的意思是，我梦里的那个女孩子，极有可能就是奶奶给我定的目标。我只是这样猜测，结果如何，得你自己去调查了。想调查清楚，就得近距离接触她，深入接触，才能查到更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一阳，奶奶给你们定的目标，其实就是一本书，书里的内容精不精彩，你要么去翻阅了才知道呀。谢谢大哥的提点。战一阳觉得大哥说的很有道理，便没有那么郁闷了。你大嫂应该醒了，我上楼去看看啊。战印看看时间，是爱妻醒转之时，便扯下了围裙，挂回到门后面去，再将他做好的3份早餐端出去，摆放在餐桌上。这个时候，老太太换过了衣服，晃进来：“奶奶，我做好了早餐，你先吃。我上楼去看看彤彤醒了没有。吃过早餐呢，我陪她去试试婚纱。”老太太嗯了一声，随即又说：“她现在才是婚纱，万一不合身，哪里还来得及修改？”战印无奈的到婚礼提前了，时间上紧张了吗？应该不用修改的吧。彤彤还没有显怀，海彤的婚纱是请了设计大师，专门为她量身定做的，尺寸刚好适合她。虽说她现在怀孕了，由于刚怀上，还没有显怀，婚礼又提前，婚纱应该是不用改的。也是啊，你上楼去看看彤彤吧。她醒来呢，那怕是又要吐了。老太太都心疼第一个曾孙那样折腾海彤，希望是个曾孙女，这个希望不大，但战家所有人还是盼着。战印上楼去了，他一推开房门进去，就听到海彤的呕吐声从洗手间里传出来。没有一天例外的，只要他醒来，很快就会在洗手间里吐。彤彤，战印快步走进洗手间，走到海彤的后背，心疼的轻拍着他的后背。天天都不例外，一醒来就吐。这小家伙啊，太爱折腾人了，估计就是个调皮的小家伙。妊娠反应因人而异，并不是说会孕吐的，就是孩子爱折腾人。海彤吐完了，冲洗了洗手盘，战印拿来了纸巾给他擦嘴。他替自己肚里的宝宝说话：“我恨不得替你孕吐，你要是能替我孕吐，都可以自己大肚子生孩子了，把我们女人从生育中解救出来。”战印哑口，他扶着海彤出去，在房里的沙发上坐下来后，他又去给海彤倒来了一杯温开水，说道：“老四过来了，他来看奶奶的吧。老太太住在这里，那些小叔子经常过来看望老人家。海彤已经习惯了，天天都能看到小叔子们，主要是想让奶奶收回任务，不用他去追求他的妻子人选。”海彤笑到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罢了。我也是那样说的。战印往爱妻的脸上亲了一口。彤彤，咱们不愧是夫妻，那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接着他便将老四做过的梦告诉了海彤，让海彤吃瓜能吃得全面一点吧。老四会不会是重生的，或者是他未来的老婆是重生的？现在他红鸾星动了，所以他就老是做梦。这样的情节我在很多重生里看到过。战印，你什么时候看了呀？我开的书店不像小军那样爱看，偶尔也会拿2本书打发时间的。小军每看一本，也会跟我说说书中的内容，就记住了。好吧，战印说到，人不可能重生的，谁能重生呀？都是虚构的，当不得真。重生，总要死了才能生吧？老四长这么大，是出过几次意外，都没有性命之危的，连昏迷都没有过。战印补上了一句话。他又笑着摸了摸爱妻的头部，这脑袋想的是什么呀？我就是那样一说，也不相信有重生一世，人死如灯灭，哪有重来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以为死了能重新投胎什么的，死了能不能投胎，这个谁知道？知道的人都死了。
战印本来就不信鬼神之说，也就是那个大师颠覆了他的世界观。我认为老四的另一半戴着人皮面具，而奶奶给老四的相片是对方的真面目。老四梦里看到的则是那个女人戴着人皮面具的样子。老四慢慢去挖掘，慢慢的去调查清楚了，那是属于他的故事。我们只是看戏的人啊。海童喝了半杯的温开水，便站起来，我先去洗刷。战印跟着起身，跟着他进洗手间，看着他洗刷，担心他洗刷的时候又吐。十几分钟后，海童换过了衣服，被他男人牵着手走出房间，下楼去。战一阳和老太太在餐厅里用着他们的早餐，就看到小夫妻俩进来。战一阳立即停止吃早餐，人跟着站起来，大嫂。海童已经习惯了小叔子们对他的敬重，也知道大家对他的敬重都是因为战印。他示意战一阳坐下来。奶奶，海童叫了老太太一声。老太太慈爱地问着，今天有没有好一点？老样子，不知道1个月后会不会好一点？肯定会好的。老太太看了战印2眼，彤彤一直这样吐着，她这个长孙会心疼坏的。彤彤，阿印起了大早，给你准备的早餐啊。老太太笑着，我是沾了你的福，奶奶不要把我说的那么不孝顺，只要奶奶想吃，我们哪个赶不下厨？战印反驳着奶奶，战一阳则是向海童告状，大嫂，我大哥太小气了，他没有给我做早餐，我过来就是客人，大哥居然让我自己做吃的。你可得说说我大哥也太小气了吧。海童笑，看着丈夫，战印，你也是小气了点儿。一阳难得来一趟，不好好招待他，还要他自己做吃的，一家人那么客气做什么？海童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对战一阳说道，一阳，你哥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以后你过来想吃什么就自己做。早餐过后略休息片刻，战印便带着海童去试婚纱。战一阳留下来又缠了奶奶好一会儿，都无法让奶奶改变主意，他只得悻悻离去。战一阳一走，老太太立即叫喊着，明叔啊，明叔。明叔边应着边走进来，老夫人怎么了？快帮我备车，我要回山庄去。明叔关心地问。老夫人这么着急回山庄，是山庄出什么事了吗？山庄没事，是苏腾那个臭小子带他的女人去参观我的悠悠山庄，我这个山庄主人哪能不招待一下贵客啊？其实就是想见见程庆本人。明叔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苏腾是谁，好一会儿才明白，苏腾呢，大概就是苏家少主吧。他们家老夫人最是喜欢看好戏的了。苏少主一直都没有恋爱结婚，苏家主都急死了，到处帮苏少主挑选，然后安排苏少主相亲。忽然听到苏少主带着女人去悠悠山庄，明叔大感意外啊。悠悠山庄是战家的大宅，并不对外开放，就算是与战家有来往的人家，也是关系极好的才能出入悠悠山庄。普通关系的来往时，大多数都是在管城大酒店见面。苏家与战家来往密切，渊源颇深。苏少主会自由出入悠悠山庄很正常啊。不正常的是苏少主带着一个女人过去。要知道苏家主给儿子安排了无数次相亲，但是都没有结果。苏少主是什么时候相亲成功的？还要带着相亲对象前往悠悠山庄，这是认定了对方。明叔，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帮我备车呀，我现在就回去。看到明叔还在发呆，老太太又催促他。明叔回过神来，赶紧应着，老夫人，我现在就去安排车辆啊。快去快去，我今天都不回来吃饭了。
明天再过来，等你们大少爷回来了，跟他说一声。老太太呢，就叮嘱着明叔，老夫人，我记住了。老夫人是很喜欢这里跑那里去，那明叔对此也习以为常了。老太太是回自己家里，也无需收拾，他拿起手机，就往屋外走去吧。明叔已经安排好了车辆了。老太太想自己开车回去的，明叔死活不同意，哪怕老夫人身体很硬朗，毕竟是个老人家了，万一半路上出了什么事，明叔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况且老夫人喜欢飙车，不管是大少爷还是先生太太们，都交代过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老夫人自己开车上路。行，我心急回去，不跟你争了，我不开车。那老太太拗不过明叔，只得妥协。就在他的安全问题上，这些人也是特别执拗的，都是阿印那小子吩咐的，害得他现在想摸摸方向盘都没有机会了。明叔安排了最沉稳的司机充当老太太的专车司机，送着老太太回悠悠山庄。苏腾不知道老太太特意坐着车赶回悠悠山庄，想见程沁一面。他这天也是起了个大早，然后安排了2名手下开着车，跟着他一起前往管城大酒店吧。程沁和12个孩子记着，今天去参观悠悠山庄，欢喜的一夜没睡好，天没亮就爬起来了。是程沁欢喜。那孩子们又不清楚悠悠山庄是什么地方，老师说今天带他们出去玩，他们跟着老师辨识，一会儿大家都要安静些，不要到处乱跑。程沁记着苏腾说过的话，苏腾是为了报答他，才会请求战少让他带着他们进山庄参观，但不能打扰到战家的人。听说悠悠山庄特别漂亮，比管城的那些风景景区都要美。主要是他去过悠悠山庄，回家后都可以跟他的师兄姐妹俩吹上一段时间了。他可是去过战家大宅的人啊。老师，我们记住了。12个孩子虽然调皮，却也懂事。我们先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就出发了。苏叔叔在楼下等着我们了。程沁交代了学生们后，又检查一下人数，确定没有少了谁。那边带着孩子们下楼去。苏腾在1楼等着呢，听到孩子们的说闹声了。苏腾起身走过去。今天的他依旧是一身白色的西装，天生俊美的他穿着白色西装，就如同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一般。从他走进管城大酒店开始，都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女性的注视。程小姐，苏腾笑眯眯地走到程沁的面前。苏先生，让你久等了。程沁就停下来，颇有点不好意思。苏腾是早就到了的，他要等孩子们，让苏腾久等了。苏腾笑道，没事，我也没有等多久。孩子们早上好呀。苏叔叔早上好。孩子们看到好看的苏叔叔，都开心地和苏腾打招呼。昨晚他们都偷偷地拆开了苏叔叔送给他们的礼物，好喜欢啊。苏腾微笑地回应着孩子们，然后招呼着大家去1楼的自助餐厅用早餐。孩子们在管城大酒店住了几天，已经熟悉，一说去吃早餐，他们成群走在前面。苏腾和程沁很自然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看着孩子们那快乐的样子，程沁笑道，真羡慕他们，比我小时候要幸福多了。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也会经常参加武术比赛，但我爸不会带我们到处玩的。比赛结束后，最多就是带我们去逛逛免费的公园，买2根冰棍给我们尝尝，然后就带我们回家，不会像他这样自掏腰包，让孩子们吃好喝好吧。当然了，也是他自己想享受，难得来一次，可不能亏待了自己啊。你是个很好的老师。
你的学生们很尊敬你。苏腾夸赞着，有付出便有回报，以后你的学生都会记得你啊。像程庆说的，没有几个当老师的愿意自掏腰包，带着孩子们住在5星级酒店，正式办完后还带着孩子们到处游玩，欣赏管城的风景，吃管城的地道美食。此行他带着孩子们吃好玩好住好，在孩子们成长的岁月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估计很多孩子这辈子都会记住管城之行，只要忘不了管城之行，就忘不了程庆这个武术老师。程庆对他的学生们也是真的很好，该严厉的时候就严厉，该放松享乐的时候就放松享乐。苏腾特别欣赏程庆对生活的态度，真不愧是他的命定之女啊，优秀。已经将程庆当成他未来老婆的苏腾，一天恨不得夸赞程庆800回。程庆笑道，我也不需要什么回报，只要他们不辜负他们自己就行。学武之人最重武德，也希望他们将来出到社会，用学到的来回报社会。话锋一转，他又严肃地说道，若是他们仗着自己的身手干些违法的事，又欺男霸女的，我可不管他们以后是什么身份，也要去清理门户。我程家武馆的学生不能干违法的事，不能仗着拳脚功夫欺负人。程家武馆传授的不仅仅是功夫，还有很多为人处事的大道理，就是看孩子们能接受多少了。若是知道有学生在外面欺男霸女，除了开除他们，也会出手教训一顿，让对方对程家心存敬畏。以后想再干坏事的时候，都要想一想干了坏事之后被程家武馆教训的后果，会收敛很多。哇，苏腾又是一阵猛夸。他问着程庆，程小姐，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学生，你们武馆收吗？我也想去你们程家武馆学点拳脚功夫，不需要多大本事，能自我保护就行。你放心，我学了你们程家的功夫，只会替你们程家武馆扬名，绝对不会干违法的事啊，已经有一身拳脚功夫的。苏腾假装自己什么都不会，提出想去程家武馆学武，那样他就能天天和程庆在一起，那时间长了，程庆肯定会喜欢他的呀。普天之下只有程庆能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是绝对不会错过程庆，也不会让别人打程庆的主意的。程庆偏头看了苏腾2眼，边走边笑道，苏先生年纪大了点儿，怕是学了什么？你要是当成学武就是锻炼身体的，不追求其他，可以去问问我爸或者我哥，他们愿意收你，你就去锻炼锻炼。苏腾就问他，不是你教我吗？我一般都是教小孩子的，成年人是我爸在带了。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成年人学武迟了点儿，就是当成锻炼身体。我爸可能就是教你们练练太极拳以及一些基本功，当然了，练好了基本功，对你们也有好处的。你们这些天天坐在空调房里的人，缺少运动亚健康，天天抽时间跟着我爸爸练一练，身体会好很多，至少不会太胖。他又看了2眼苏腾的身材，笑道，苏先生倒是不像其他老总那样胖胖的腆着个大肚子，就算不胖也没有苏先生这么好的状态。苏先生应该是经常锻炼身体吧？苏腾老实的道，我是经常锻炼身体。那你们回去的时候，我买张机票跟你们回去，拜访一下城管主，看看城管主愿不愿意收下我这样的老学生吧。程庆没有多想，爽快的道，可以的。苏先生工作上的事，我安排好就行。我公司开了那么多年，早已步入正轨，我又培养出一大批给力的高管，替我打理着公司。就算我不在公司，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他不在管城，他老子在呢。苏家有人坐镇，怕什么？就算他老子很多时候都不管事了，不是还有堂弟们吗？
仅是苏南一个人都足以镇守苏家。既然苏先生可以走开，那过2天就跟着我们回去，让我爸看看你的资质。我爸爸收学生很看重资质的，资质不好的他不会收，就是丢给我的那些师兄弟们接管。资质不好的学生入了我们程家武馆，纯粹就是锻炼身体，指望不了他们学到多少功夫。苏腾说到我就是要锻炼身体的，我想坚持下去，多少都能学到几招三脚猫功夫，以后再遇到坏蛋拦路抢劫，至少能自保。想到那天晚上的事，程沁提醒苏腾苏先生，命是最重要的，如果抢匪人数多，手里有力气，就舍弃钱财保住命。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舍弃了，保住了命，你还能赚到更多的钱。谢谢程小姐的提醒，我会的。以后若是再遇到那晚上的情况，肯定是先保住命。不过若是他们想伤我性命，自是奋起反抗。这个倒是，苏先生这样年轻便事业有成，想来遭到不少人羡慕嫉妒恨的。你以后小心点便是。我爸要是肯收下你，你好好学，怎么着也会比普通人好很多。他也会跟父亲说道，让父亲收下苏腾这个大龄学生。2个人边说边走，很快就进了自助餐厅。孩子们已经拿到了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挑了2张桌子围坐在一起开吃。程沁是个吃货，特别喜欢管城大酒店的美食。他拿了2个碟子，加了满满2碟子的美食。孩子们围坐的桌子没有位置了，他就在旁边的桌子坐下，放下了装有各种美食的碟子后，程沁又去拿了1碟子的水果以及1碟子的点心，再给自己倒来1杯热咖啡。苏腾也给自己拿了很多吃的。程沁能吃，他要是不能吃，程沁会觉得不好意思。下次在一起吃饭，程沁可能就要假装斯文饿肚子了。他未来的老婆大人还没有娶到，也得先宠着疼着。苏腾岂肯让程沁饿肚子？程沁拿完了自己想吃的，坐下来后才觉得自己拿的有点多。看对面的苏腾也拿了几碟子吃的，他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立即荡然无存。不仅是程沁能吃，他的学生们也比一般的小朋友能吃，可能是天天都要练武的缘故吧，消耗的体力过大便能吃。反而是苏腾吃的有点撑，看到程沁和孩子们都是光盘，苏腾也逼着自己吃光盘，可不能留给程沁一个浪费的坏印象。在乎呢，便会做到最好。还真是这样。从来没有恋爱过的苏腾，就渐渐发现了自己陷入情网的变化。吃饱喝足后，苏腾化身为孩子王，带着程沁和10几个孩子出门去。在酒店门口遇到了自家堂弟苏南。苏南是过来和客户谈生意的。苏南本想打招呼的，还没有开口说话，就看到苏腾别开了脸，和程沁有说有笑的，那态度表明了不想和苏南打招呼。他家堂哥这是装着不认识他了。什么时候他苏南也成了见不得光的人？兄弟俩在酒店碰上了，他哥都不想让他打招呼。那苏南看向程沁，不用问也知道程沁就是他哥的命定之女。是个明艳大方的女孩子，看她应该和他家小军差不多的性格吧，笑得那样灿烂。想来以后能和小军合得来的。苏腾是苏家少主，以后就是苏家的家主，他的妻子便是苏家的当家太太。沈小军能和当家太太合不合得来，苏南呢是非常重视的。他可不想自己心爱的妻子受委屈。苏南就这样看着。苏腾和程沁带着一群孩子，浩浩荡荡地走出酒店。那最终他都没有开口和苏腾打招呼。聪明的苏南一开始是不明白，走着走着后就悟出来了。他哥哥估计是不想让程沁知道他是苏少主吧，怕吓到程小姐。
想到他们苏家，苏南又理解哥哥的暂时隐瞒，一般人家都没有多大的胆子将女儿嫁入苏家的，特别是嫁给苏少主。苏南是战氏集团的总裁总特助，在管城属于大名人，他平时的出镜率比苏腾这个苏少主要频繁。就别人在网上能搜到苏南的相片，从而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啊。苏腾就不一样了，他一向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平时战印想见一见苏少主，还得苏南提前跟他哥预约，安排好时间才能见得到呀。网上也搜不到苏腾的相片，没有见过苏腾真面目的人，有时候与苏腾擦肩而过，都不知道他是苏家的少主。苏南猜测他家大哥是怕程庆识穿他的身份，从而猜到了苏腾的身份，然后害怕打退堂鼓。刚才那几位西装革履的男人，为首那个我看着好眼熟，果然出了酒店的程庆，还扭头看了一下酒店，对身边的苏腾说道。苏腾答道那是战氏集团的高管们，他们估计过来见客户谈生意吧。管城大酒店是他们战氏集团旗下的，不论是战少还是其他人，都喜欢在管城大酒店与客户谈生意。程庆哦了一声，怪不得，他们个个都气势逼人，应该是很高很高的高管吧。苏先生，你说你和战少也有来往，那几位高管你都认识吧？苏腾神色自若地答道，我跟他们不熟，你看他们见到我也不与我打招呼，不是他们没礼貌，是我和他们不熟，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来往较多的是战少，为首的那个是战少的得力干将，深得战少的信任啊。程庆两眼放光，扭身就要跑回酒店去。苏腾本能的伸手拉住了程庆，不解地问他，程小姐，你要做什么呀？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啊？不是，你说那是战少的得力干将。哇，我猜到他的身份了，那是苏总吧？苏总和战少一样出名，我来管城之前也了解过，苏总的太太还是战大少奶奶的好闺蜜。我最是欣赏强者，苏总就是强者，我想折回去看看能不能偷拍几张苏总的相片啊。幸好苏南已婚，沈小军都怀孕了，夫妻感情深厚，恩恩爱爱的。否则苏腾都得防着堂弟，会不会分走程庆的注意力？你现在跑回去，怕是拍不到相片的了。他们早就进了电梯，下次有机会再拍吧。住在那管城大酒店，还是很容易偶遇到苏总的。他比战少接地气，战少婚后比婚前要接地气一点。苏腾想到战印的改变，便补充了一句。那听了苏腾的话，程庆放弃了折回酒店去，遗憾的道估计没有机会的了。我又不是经常来管城，要不是带孩子们过来比赛，我也不会来管城，太远了。苏腾笑道，你欣赏强者，我觉得在商界我也属于强者，平时也有人想偷拍我，被我发现后都会要求对方删除相片。程小姐救过我的命，为了报答程小姐，程小姐想拍我，我都配合你。程庆笑，我们都是朋友了，你又要跟着我们回去拜我爸为师，以后见面的次数多的是，意义不一样的。我也很帅啊，程小姐不拍2张我的相片保存在你的手机相册里，以后可以翻出来看看帅哥啊。程庆哈哈大笑，苏先生你真逗，行，我现在就拍几张苏先生的帅照，也不枉我管成此行啦。程庆说着，还真的掏出手机对着苏腾拍了几个镜头。苏腾呢，心情好转，